你是否感觉身处战场，每天醒来穿上5星的盔甲，奔赴一个永不停歇的战场，一场在多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战斗？工作上压倒性的压力，家庭中无声的义务，对财务的持续焦虑，以及他人期望压在你肩上的重担。你前进，你战斗，你推动，你抵抗。但是，当一天结束，盔甲最终被卸下时，为什么主要的感觉是失败？即使从外部看，事情似乎进展顺利，为什么同时的一句微不足道的评论，手机上一个意外的通知，或者电视上的一条屁消息，都像一支走势的箭，找到了缝隙，刺穿了你内心的平静，都害了你的休息？士兵，真相是，你一直在全力以赴的战斗，但却在错误的战场上。你将你的防御和部队部署在面向世界的前线，相信敌人世界之日期、老板、账单、他人的意见。你与那些无限再生的军队战斗，耗尽了自己。最大、最残酷且讽刺的是，唯一对你的平静和胜利真正重要的战斗，并非发生在外面，它发生在这里面。你生命中最漫长、最具决定性的战争，是在你两耳之间几厘米的寂静空间里，在你自己的心之灵地里进行的。但从今天起，这一切开始改变。你即将受到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本战略手册，一本用语音的这场内心战争的战场指南，基于有史以来开发的最强大的心智技术，一种在皇帝、将军和领袖们的战火中锻造出来的哲学。他们明白，没有预先征服自己，就不可能征服世界。我们将探索内心战争的3个战区，你需要掌握这3条战线，以平息混乱，成为你自己心智的将军。现在是时候停止反应，开始智慧了。但在我们打开战略地图之前，我们需要一个承诺，一个意向生命。订阅这个频道不仅仅是点击一个按钮，这是你的如无，这是你决定加入一支正在夺回心智控制权的个体军队。点赞作为你的第一次经历，并开启通知，以免错过任何未来的见报。最重要的是，在评论中声明你的立场。写下我的旅程现在开始，并告诉我们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入伍参加这场战斗。这是你的第一个智慧行动，现在就做。这场内心战争的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时髦的新战术或一个生产力技巧，它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心智操作系统，一种名为4多个主义的战斗哲学。但请忘记那些穿着长袍背宋诗句的老人的形象，请将4多高主义视为他的真实面貌，士兵的行为准则，将军的人性手册，以及在瘟疫、战争和背叛中航行而没有失去智慧重新的领袖们的心智框架。这不是一种供研究的哲学，而是一种供会晤的武器。这是建造一座间不可摧的内心城堡的艺术，一座不会被外部世界的混乱所动摇的心智堡垒，因为它的城墙使用记录、逻辑和自我意识锻造的。这里存在着将改变你战争进程的战略性中心定义。正如我们所说，战斗不是对抗你的老板、你的账单或他人的意见，那是一场分散注意力的战争，旨在让你专注于错误的敌人。对于一个战士来说，真正唯一的战斗是战士对抗自己。你将面临的最危险的对手是你自己那支没有记录的冲动大军，你那些像梁皇史错的士兵一样行动的反应性情绪，以及你那些在你城墙内表现的像叛徒一样的负面思想。胜利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征服自己。而4多格式的冷漠并非没有情感，它是战略性情绪智慧。一位将军的能力，他全神贯注地观察地方，侦察并愤怒、恐惧、焦虑得到来，但却不允许他穿过大门并控制城堡。为了引导我们进行这场战役，我们看向领袖兼战士的最高典范马克·奥勒留。他即使罗马皇帝，在日耳曼尼亚冰冷的边境指挥着地球上最庞大的军队，又是自己心智的谦逊学生。
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的不是关于外部的战斗，而是关于如何赢得内心的战争。他教导我们，宇宙对你的灵魂没有权利，因为你拥有的唯一真正的权利，是对你自己心智的权利，是你对时间的解读，而不是时间本身决定了你的平静。有这位将军作为我们的向导，我们现在将进入第一个战区，你需要掌握的第一条战线，以开始你的自我掌控之旅。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也是最不稳定的战区，对抗你自身冲动的战斗。这是没时没刻在你头脑中进行的内战。这里的敌人不是外部的，他是你自己没有记录的步兵，你那些在接到命令前就开火的及时反应。任务，如果你决定接受，是掌握的战略性暂停，这不是犹豫的行为，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战术性权力行动。它是在世界的刺激和你的回应之间，可以创造一个沉默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空间里，在这个短暂的智慧时刻，你一天的胜败被决定。战略性暂停是普通士兵和将军之间的根本区别。生活战场上的普通士兵会做出反应，他看到地方大炮的闪光，一句批评，一封紧急邮件，交通中的一次挑衅，并立即换季，通常是杂乱无章的，浪费弹药并暴露自己的位置。它是瞬间的努力，是别人棋盘上被移动的棋子。然而，将军接受到相同的信息，地平线上同样的闪光，但他不反应。他观察、处理，最重要的是，他暂停。他在移动任何一颗棋子之前，都会查阅战斗计划。为什么这如此难以置信的困难？因为你的心智不是为和平而设计的，它是为生存而设计的。你的神经系统是经过数千年进化训练的老兵，被训练来对任何感知到的威胁做出及时反应。你老板的一句严厉的话，激活的神经会路与丛林中的不适者相同。你的心跳加速，肌肉紧张，你的逻辑被劫持。这是你的内部军队凭本能行动，一场自动反应的叛乱。他相信正在保护你，但在现代世界中，他只会将你拖入不必要和消耗性的战斗中，削弱你的精力和你的平静。内部冲突是残酷的，你的一部分渴望控制和住进的部分想要冷静地分析情况，但你内心的冲动是，并已经跳出战号，高喊着刺刀在我。他愤怒地恢复邮件，用额度的话汇经侮辱，在交通中疯狂地按喇叭。这些反应中的每一个都是一次小小的失败。这是在没有战略重要性的冲突中浪费宝贵的能量。这是允许敌人及外部刺激来决定战斗的条款，并耗尽你内心城堡的资源。你变成了自己情绪的归类。想象一下克劳迪奥，一个你可能认识，或许就是你的人。克劳迪奥开车去上班，一辆车路盲地别了他。他大脑中的冲动，士兵接关了智慧权，他脸红了，他加速，按喇叭，做手势。他赢得了这场小小的政治，也许超过了另一位司机。但代解释什么？他到达办公室时心跳加速，头脑因愤怒而混乱，无法专注于他即将面临的重要会议。他在街上赢得了一场微不足道的战斗，却把对自己精神状态的控制权交给了敌人，从而破坏了一项更重要的行动。他的职业表现。冲动是一个内部的叛徒，他承诺反应的即时满足感，即发泄出来的暂时解脱，但这个承诺是一个陷阱。解脱是虚假和短暂的，代价是你的主权。他说服你用长期的战略胜利，你的平静、你的专注、你的目标，来换取一个毫无意义的短期战争胜利。向冲动投降，就是允许一个两方试错的普通事，并做出完全属于总司令的决定。这是一个智慧链断裂的定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总是混乱和内部的失败。将军在他帐篷里的意识，是你任务的完美比喻。想象一下，在一场决定性战斗的前夜，侦察并不断地带着战场上的消息赶来，敌人已将骑兵调往左翼，一场沙尘暴正从南方逼近。将军不会粮荒，他不会喊出相互矛盾的命令，
他听取每一条信息，感谢心事，然后转向他桌上的地图。他呼吸，他思考，他查阅他的计划。在外面混乱不堪时，那可以的平静时刻，正是赋予他力量的东西。那个寂静的帐篷，就是你必须建立的战略性暂停。而这座帐篷的建造，是与你能执行的最简单、最强大的实际行动。这是你给你所有内部部队的新常设命令，在对任何刺激，无论是邮件、信息、跳薪，还是突如其来的欲望，做出反应之前，你将停下来，你将执行呼吸的战术性动作，你将深深吸气，数到3，然后慢慢呼气。在这3秒钟里，你什么都不做。而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正在做一切，你正在组织叛乱，你正在重新掌握智慧链。在这3秒钟的暂停期间，你将向自己提出4多个注意力量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区分了努力与主人，士兵与将军。在呼吸暂停时，在你心智帐篷的寂静中，你会问：将军的回答是什么？不是我想要如何反应，不是这个人应该听到什么，而是什么样的回答服务于我更大的战斗计划？什么样的回答能让我保持智慧，保存我的能量，并让我更接近真正重要的胜利？我的注境和我的目标，让我们来应用一下。你收到了同时那封被动攻击性的邮件，冲动士兵向立即回复，抄送给所有人，揭露他的无能。但你收到了情报，现在的命令是暂停。你呼吸3秒钟，你撕开屏幕，然后问：将军的回答是什么？将军知道一场邮件战争会消耗能量，并创造一个有度的工作环境。将军的回答是冷静的、战略性的，也许是忽略，也许是间接专业的回复，不带情绪，也许是站起来亲自交谈。将军的回答总是有效的，而不是反应性的。同样的战术也适用于欲望的内部叛乱。你正在处理一个重要的项目，而拿起手机刷新闻的冲动像一个破壁者一样出现。软弱的士兵想要拿分多巴胺，他想要分心，但你的新常设命令被激活了。暂停，3秒钟的呼吸。将军的回答是什么？将军知道当前的人物是有限事项，他知道像这场与分心的小冲突头将会为继主战。将军的回答是忽略冲动，将其识别为地方间谍，并将注意力返回到他的位置上。这种练习在开始时会显得不自然，你的心智习惯了多年的即时反应，会反抗，它会为立即行动而尖叫。你必须成为坚定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承认你的军队想要反应的欲望，告诉他：我看到你的紧迫干了，士兵，但命令已经改变，现在我们等待我的智慧。每一次你强制执行战略性暂停，你都在训练你的军队，你正在重写你的教战规则，你正在用你自己意志的记录，一砖一瓦地建造你的内心堡垒。这场首战的结论是你能量使用方式的深刻转变。通过停止对每一个小条心做出反应，你保存了大量的精神和情感力量，把你的能量想象成你军队一天的弹药。以前，你把它浪费在像森林中任何移动的影子设计上，现在你只在重要的目标上，在你选择战斗的战场上使用它。你结束一天是不再因千百次小战斗而筋疲力尽，而是带着力量的储备，感觉在控制之中，而不是被控制。实际的结果是你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决策清晰度。当你不再以反应性恐慌模式运作时，你的高级心智、你的前额叶皮层、你的总智慧部保持在线。你用更多的逻辑评估情况，更准确地预测后果，并以一位外交官的专业和一位狙击手的精确来选择你的言辞和行动。你停止为自己制造问题，你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有效。不是因为世界变了，而是因为你停止在小火上浇汽油。最重要的是，通过住在冲动，你征服了自己。真正的主权不是对他人拥有权利，而是对自己的官能拥有绝对的权利。
是能够感觉到愤怒的浪潮涌起，并选择不被它淹没；是感觉到欲望的拉扯，并选择不被它拖走。这是你内心城堡主人的最终证明。世界可能会敲打你的大门，但决定他们是否打开的是你，且只有你。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你内心的冲动是并不会死，它不需要被处决，它需要被训练、被记录约束，并被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它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哨兵，一个提醒你威胁的人。但现在它耐心地等待你的命令。它从一个风险转变为一个资源。你的反应性能量以前是混乱的源头，被转化为强大、有目的、专注行动的燃料。你没有消除自己的一部分，你在一个新的智慧下整合了它。你在你的步兵中建立了秩序，第一个战区取得了成功。你学会了智慧对抗内部敌人的战斗，但战争还没有结束。既然你的内部部队已经有了记录，我们需要加强你城堡的城墙，以抵御来自外部的攻击。我们需要为对抗噪音、分心和破坏的战争做准备。是时候前进到第二条战线了，对抗分心的战斗。我们现在前进到第二个战区，对抗分心的战斗。如果在第一条战线上，我们记录化了我们的内部部队，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我们心智的边界，抵御外部噪音的持续围攻。这里的敌人是微妙的、多方面的，不止疲倦的。它的名字是通知、新闻推送、演告、八卦和打扰。战略任务是明确的，建立专注的堡垒。这不仅仅是关于时间管理，这是关于对你最宝贵的资产——你的注意力的领土防御。你的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资源。你的注意力去哪里，你的能量就流向哪里，你的生活就在哪里现现。在军事术语中，你的注意力是你的主权领土。每个应用程序、每个网站、每个新闻频道都在为政府和殖民这片领土的一小部分而进行残酷的战争。他们不仅想要你的注意力片刻，他们想在你的头脑中建立一个永久的基地，无限期地榨取你的资源、你的时间、你的专注、你的金钱。分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在一个信息战区中生活而没有保护的后果。这里的冲突是深刻的，因为现代敌人是心理学大师。分心被设计的难以抗拒，同之一起声音和鲜艳的色彩，就像小小的多巴扼手榴弹，利用你大脑中渴望新奇和降力的原始旋律。在无限推送中的每一次滚动都是一台老虎机，承诺着一个很少到来的奖品。仅仅用意志力来抵抗，就像用双手当着大把。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策略，因为你的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而分心的洪流是无限的。你的心智在没有严格智慧下的自然倾向是诱导，它就像一个没有命令的侦察兵，被森林中的任何动静所吸引，忘记了它的主要任务。这是大多数人的默认状态，一个支持破碎的心智，从一个刺激跳到另一个刺激，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深入思考，或者仅仅是处于平静之中。结果是一种持续的忙碌感，但没有生产力，感觉就像整天在跑步机上跑，筋疲力尽，却没有到达任何地方。敌人即分心是一个破坏者，他不是来进行直接和城市的对抗，他悄悄地渗透。是我只快速检查一下邮件，变成了1个小时的浪费；是只看一个视频，变成了一个整晚的被动消费。破坏者承诺信息或娱乐，但他的真正目标是突破你的防御，打破你的专注，并确保你的心智堡垒保持在持续警惕和低效的状态。他确保你仍然是一个反应性的士兵，而不是一个主动的将军。把你的心智想象成一个总指挥部的作战室，为了确定战略，为了命令清晰，需要安静和专注。现在想象一下，同一个房间里有几十个心是不停地进进出出，每个人都喊着无关紧要的信息，一个喊着天气，另一个喊着临近军队晚餐吃什么，第三个展示一张有趣的猫的照片。
任何战略都不可能指定，任何计划都无法绘制。这就是当你的注意力边界没有被保护时你心智的状态。这是一个由无关紧要只是统治的混乱。这场战斗的核心比喻是专注的堡垒。一个堡垒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它有高墙、守卫的门和一座吊桥。它主动决定谁可以进入，谁必须留在外面。你的任务是以同样的严肃态度对待你最重要的时间块，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反思。这段时间不仅仅是你日程表上的一个空间，它是一个神圣且被加固的领土。而保卫这片领土的实际行动是定义不受干扰的时间块为空中进去。这座堡垒的建造是与对统治宣战，他们是敌人的侦察兵、间谍和渗透者。在你神圣的时间块期间，你将自动沉没这些渗透者，手机调至飞行模式或放在另一个房间。浏览器中不必要的标签也被关闭，你的通讯软件状态设置为请勿打扰。这不是反社会的行为，这是战略性的战争行为。是你将军在说，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我城堡的大门是关闭的。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关键任务，不能被打扰。你堡垒的吊桥是你对环境的控制。你需要像指挥官设计防御阵地一样设计你的工作空间。如果你需要写一份报告，但附近开着电视，你就是在邀请敌人进入你的城墙内。如果你试图在旁边放着手机，每条信息都闪烁的情况下阅读一本复杂的书，你就是在你的总之会部窗外布置了一个地方狙击手。建造你的堡垒意味着在分心员攻击之前就可以消除它们，使用护城河技术。在开始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在你和主要分心源之间创造一条护城河。如果互联网是你的弱点，使用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特定网站的应用程序。如果问题是人们打扰，戴上耳机，即使没有音乐，作为我处于深度专注模式的通用信号。这些行动中的每一个都像在你的城堡周围挖一条更深更宽的护城河。它是敌人即分心的攻击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在这些加固的时间块内，你将达到心理学家称之为心流的状态。在我们的语言中，这是将军的寂静。当世界的噪音消失，唯一存在的是你、人物和人物的精确执行式。正是在这种状态下，非凡的工作的已完成。正是在这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出现。正是在这里，真正的工作满足感存在。分心是心流的死敌，因此，防御分心就是为你有权做有意义的工作而战。加固你的专注的时间，最初会产生焦虑。你的心智沉迷于持续的刺激，会在沉默中感到不舒服。它会寻找威胁，寻找统治，寻找填补空虚的东西。这是你沉迷于多巴胺的军队的阶段呐喊。作为一个好将军，你必须坚守阵地，明白这种不挂是策略正在起作用的信号。这是敌人意识到大门已经关闭，他再也无法轻易进入你的领土的声音。这场战斗的结论是你深度思考能力的恢复。在一个崇尚付钱和速度的世界里，能够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是一种超能力。你将不再是一个支持破碎信息的被动消费者，而是一个价值的积极生产者。无论是在你的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中，你所达到的深度将使你与所有那些仍然生活在分心混乱中的人区别开来。实际的结果是一种注定的生产力。你会发现，在一个90分钟的专注时间块里，你能完成的比一整天支持破碎、被打断的工作还要多。你所感觉到的疲惫并非来自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不断的上下文切换，来自数十次停止和重新开始的精神努力。通过建造你的堡垒，你工作得更聪明，而不是更辛苦。你结束一天是带着真实进展的满足感，而不是一个无尽人物列表的焦虑。最后，通过赢得对抗分心的战斗，你赢得了时间的礼物。以前被无意义的分心偷走的时间，现在是你的，可以随心所欲的投资。
更多的时间给家人、给爱好、给休息、给沉默。你意识到你从未缺少时间，而是缺少专注。通过智慧你的注意力，你是你24小时内可以体验的生活量增加了1倍。你不仅成为你心智的主宰，也成为你自己时间的主宰。随着你的内部不对记录严明，你堡垒的城墙得到适当的守卫，你变得更安全、更强大。冲动的内部敌人得到控制，分心的外部敌人被拒之门外。但还剩下一条战线最微妙，也许也是最危险的一条。这是一场不是用行动或噪音，而是用思想和观念进行的战争。这是心理战。来自总之挥不得快速消息。你在这里学到的是基本战术，但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成为自己生活的大师级战略家的人，我们创建了一个完整的武器库。我们准备了一个名为4多个将军的武器库的特别播放列表，其中包含关于记录、常规和心态的深入简报，将此是为高级训练的邀请，连接在描述中。这是想要成为将军的士兵们的下一步。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任务。我们来到了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战区，最后的展现。对抗他人意见的心理战，在这里，敌人攻击的不是你的行动或你的时间，而是你自身的价值感。这是一场在感知领域进行的战斗，武器是赞美、批评、赞同和不赞同。人物也是所有人物中最困难的，是锻造内部验证的盔甲。这是成为你自己自尊的主要来源的艺术，独立于社会战场的混乱噪音。皇帝哲学家马克·奥勒留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总是感到良雅，我们爱自己胜过爱他人，但我们更在乎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是大多数人盔甲中的根本战略缺陷。我们将我们内心城堡的钥匙、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平静、我们的价值感，教导他人受众，其中许多人并不关心我们，甚至希望我们不好。我们允许他们的判断，无论是好是屁，成为我们情绪的指挥官。为什么这场战斗最艰巨？因为我们在生物学上和社会上都被变成为寻求群体的赞同。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被部落排斥意味着必死无疑。这种祖先的恐惧仍然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回响。批评看起来不仅仅是一个意见，它看起来像一个生存威胁。赞美看起来不仅仅是一句友善的话，它看起来像安全和接纳。我们的自然倾向是外包我们的价值，不断地向外看，看我们做得怎么样。就像一个不安全的士兵，每走一步都需要他重视的批准。内部冲突是持续而沉默的。你完成了一件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人注意到或赞美，喜悦就会枯萎。有人对你的工作或外表做出随意的批评，这可能会毁掉你的一整天。即使这个意见来自一个你几乎不认识或不尊重的人，你发现自己做决定不是基于什么对你最好，或是与你的价值观一致，而是基于人们会怎么想。你在自己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个演员，为一个通常漠不关心的观众表演一个角色，这是最高的战术错误。允许战场情报决定战略。他人的意见，他们说什么、像什么或窃窃私语，不过是战场情报。它可能有用，可能没用，可能准确，也可能被故意误导。一个明智的将军会搜集这些情报，他倾听它，分析它，但绝不会将其与命令混淆。他绝不会允许来自地方营地的谣言让他怀疑他整个战斗计划。然而，当我们让别人的意见动摇我们的平静时，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赞美的问题在于，它是批评的孪生兄弟。如果你需要某人的赞美才能感觉良好，你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同一个人不批评你才能不感觉糟糕。你对好的和屁的都依赖于同一个来源。你将你情绪的遥控器交给了另一个人，让他随心所欲地换台。寻求外部验证是一个陷阱，它让你处于一种永恒的焦虑状态，总是在表演，总是在等待掌声或害怕嘘声。这里胜利的比喻是内部验证的盔甲。
溃家不会让你变得麻木不仁，你仍然能感觉到打击的冲击，但它不会刺穿你。同样，有了这副盔甲，你仍然听到批评和赞美，你不会变成一个冷漠的反社会者，你只是不允许他们渗透到你的核心，并定义你的内部状态。这副盔甲是在自我评估的火焰中锻造的，并在你自己价值观的冷水中淬火的。它是从内向外建造的。锻造着副盔甲的实际行动是将军的回报意识。在每天结束时，你不是通过受到的赞美数量或没有批评来衡量你的成功，而是退回到你的智慧帐篷进行私人评估。你拿出你当天的战斗计划、你的意图、你的价值观、你打算付出的努力，并严格第一次为基础评估自己。这次汇报中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忠于我的计划了吗？我按照我的价值观行事了吗？我付出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吗？他们感谢我的耐心了吗？你会问：我实践了耐心吗？即使在困难的时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度过了胜利的一天，无论外部结果如何。假设你的目标是在工作中完成一份困难的报告，评估不是我的老板赞扬了报告吗？而是我是否专注并勤奋地尽我所能的工作。胜利在于努力，在于过程，在于坚持自己的标准。当你受到批评时，把它当作一份侦查报告来对待。内部的将军应该问：这份报告中有任何有用的真相吗？或者它只是噪音？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并且来自可靠的来源，你可以用它来调整你的策略。谢谢你，侦察兵，这是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批评是恶意的、物质的或仅仅是噪音，你就把它当作一个虚假的谣言一样丢弃。报告已忽略。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信息的决定权在你，情绪不参与其中。本报告说你的战术正在奏效，知道了，继续执行计划，但不要让它成为你战斗的原因。对赞美的沉迷与对批评的恐惧同样危险。只为荣耀和将章而战的将军是一个软弱的将军，他会为了继续受到喝彩而做出错误的决定。真正的将军为市民而战，为事业而战，为忠于他的计划而战。赞美是一个结果，而不是目标。锻造这副盔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要求你成为自己的观察者，注意你每天有多少次无意识地在现实世界中寻求一个赞。它要求你可以地位自己的努力主和自己，即使没有别人这样做。它要求你原谅自己的错误，在你的私人汇报中从中学习，而不是沉浸在别人可能怎么想的羞耻中。这是一种激进的情感自给自足的行为。这场最后战斗的结论是征服了沉默的主权。你开始以一种沉照和自信的方式在世界上行动。这种自信不是傲慢的，而是根深蒂固的。人们能感觉到这一点。你不需要宣布你的胜利，因为你活在其中。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因为你的盔甲就是你的防御。你变得不可动摇，不是因为什么都影响不了你，而是因为除了你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没有什么能定义你。当中的观众是，你终于可以将你的行动与你真正的价值观对齐。你可以追求让你充满激情的项目，即使他们不受欢迎。你可以说出真相，即使它不方便。你可以以一种给你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平静的方式生活，而不是他人赞同所带来的肤浅和短暂的兴奋。你停止表演，开始生活。通过赢得这场心理战，你剥夺了世界伤害你的权利。正如艾比克泰的那位成为最伟大的4多个派哲学家之一的努力所教导的，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如果有人侮辱你，这个侮辱只有在你的判断同意，它确实是羞辱性的情况下才有力量。通过锻造你的内部验证盔甲，你拒绝同意那些扰乱你平静的判断，你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在这段视频开始是你所示的那个士兵，向外看，到处看到敌人，感觉自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你正在成为的将军现在向内看，他明白内部的记录创造了外部的和平。他知道唯一重要的胜利是征服自己，这不是一场战斗的结束，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一种智慧、有目的和坚不可摧的平静的生活，在内心战争的火焰中锻造而成，展开，解释了决定你生命进程的3条战线。你现在拥有了记录化冲动士兵，加固你心智以低与粉心为攻，以及锻造一副坚不可摧的盔甲以对抗他人一件心理战的战术。指示已经传递。从反应新士兵到心智将军的旅程，不再是一个谜，而是一条清晰的道路。然而，没有任何地图，无论多么精确，能赢得一场战争。生理要求将军拿起地图并前进。现在决定权完全在你。你是继续当一个无法获胜的战争中的士兵，还是今天就承担起你的智慧岗位？争夺你心智的战斗是与一个单一而强大的主权生命，这是你作为智慧官的第一个行动。因此，拿起你的剑，留下你的标记，在下面评论，用会将你决定的文字写下：我掌控一切。这不是给算法的评论，这是与自己签订的合同，是你如无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公开声明。订阅这个频道不仅仅是点击一个按钮，这是加入一个在此刻正在夺回控制权的个体军队。开启统治不是为了接受警报，而是为了确保你永远不会错过任何可能在战斗日拯救你平静的战略鉴宝。因为对那些吸收了这份战斗计划每一个字的人，也请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向我们展示了这次鉴宝的老兵是谁，这支军团未来的领袖。并且记住，一个胜利的将军不会为自己保留他的策略。你的任务现在延伸到自身之外。分享这段视频，将这份战场手册发送给你知道的仍在错误的战场上战斗、密使和疲惫的兄弟、朋友、同事，成为那个给他们带来和平地图的新士。现在就行动，解散。